地球人，你们真的以为各国航太局现在疯狂砸钱抢登陆月球的背面是为了科学研究吗？别傻了，他们是在找一个防空洞，因为他们知道外面有东西要来了。欢迎回到最高机密档案室。上集我们的星际吹哨人告诉大家一个绝望的结论：人类50年没登月是因为自己把科技树点歪了。但是人类并没有放弃。近年有一台探测器成功登陆了月球，永远背对着我们的暗面，就是中国的玉兔2号。可我必须承认，能把探测器降落在无线电完全被阻挡的月球背面，地球人的中继卫星技术确实让我刮目相看。看吧，而且玉兔2号才上去没多久，就拍到了让阴谋论者沸腾的照片。这可是各国官方承认的真实数据。我看你这次怎么用理性、务实、科学来解释。珍姐，你误会了，网络上粗略的外星人假图一点都不恐怖，真正让人恐惧的永远都是那些不符合物理常规的真实观测报告。玉兔2号传回来的东西比你想象的还要致命。看，这就是当时震惊全球的神秘小屋。在一个连空气都没有的荒芜星球上，突然出现一个拥有完美直线和直角的立体建筑，这绝对不可能是自然风化形成的，这不是外星人的前哨基地，就是月球地底设施的通风口。慧仔，这次你赖不掉了吧？珍姐啊，我拜托你给你们地球人的大脑升级一下防毒软体好吗？你们的空想性错视这个 bug 真的太严重了。什么错视？那明明就是个方块。玉兔2号当时距离那个物体大约80公尺，因为相机解析度和光影角度的关系，那个物体的边缘被像素化了，所以看起来像个完美的正方体。为了揭开这个外星基地的真面目，玉兔2号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开过去，然后他拍下了这张高清特写。噔呢，外星基地破灭。这只是一块被陨石撞击后从地底被挖掘出来的碎岩石，因为它的形状有点像一只蹲着的兔子，前面还有几块小石头像红萝卜，所以官方后来给它取名叫玉兔石。珍姐，这就是科学，无情且枯燥。搞什么啊？又是石头？月球背面就只有这些无聊的破石头吗？那我还期待什么？谁说月球背面只有无聊的石头？我说过，神秘小屋只是大众媒体用来转移注意力的烟雾弹。真正让各国行星地质学家看到后冷汗直流的是玉兔2号在另一个陨石坑里发现的这个东西。这又是什么鬼东西？月球上不是没有水吗？为什么会有看起来湿哒哒的凝胶？还有那些玻璃珠？这看起来简直就像是某种大型机械漏出来的润滑油，或者是某种巨大外星生物的体液。如果真的是外星人的机油，那事情还简单一点。珍姐，按照惯例，我先给你官方的说法是，这叫做撞击熔融角力岩。当一颗微型陨石以每分钟几十公里的极高速度砸在月球表面时，瞬间的高温高压会把月壤里的硒酸盐矿物直接融化了。这些融化的熔浆在真空中迅速冷却，就会形成这些带有光泽的凝胶状玻璃，或者是完美的玻璃为主。所以这只是自然现象。官方解释听起来很合理啊，陨石撞击产生高温玻璃，这很科学。那你刚刚为什么说这东西让科学家冷汗直流？你这个星际吹哨人又在故弄玄虚。合理，如果你只懂高中物理，那就的确很合理。但是如果你懂太空风化的残酷性，你就会知道这张照片有多么不科学。珍姐啊，月球没有大气层，这意味着月球表面无时无刻都在遭受太阳风的轰击，以及无数微小陨石的无差别扫射。任何暴露在月球表面的物质，在几百万年内，表面都会被打磨得粗糙不堪，失去所有光泽，最后变成灰白色的粉末。
但是你看看玉兔2号拍到的这些凝胶和玻璃珠，它们会反光，它们晶莹剔透，这表示它们的风化程度极度新鲜。这在平行地质学上只有2种可能。哪2种？第一种，有一颗微型陨石在昨天或者是最近这几十年内刚好砸在这个位置，形成了这坨新鲜的玻璃，但这几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第2种可能，这些极度新鲜的半透明木质根本不是从天上砸出来的，它们是从月球的地壳深处透过某种未知的热能活动，在近期渗透或者是喷发到地表的。你是说月球内部是活的，或者里面有什么东西正在产生极高温的热能，把石头融化了挤出来？我没说里面是外星基地哦，我是说月球内部的物理状态绝对不像官方宣称的早已冷却死亡的实心岩石球，地表下一定藏着某种巨大的仍在活跃的热源结构。而为了解开这个地底热源的秘密，玉兔2号开启了他身上最危险的一项装备——测月雷达 LP2， 也就是这个雷达扫描出来的数据，让所有的航天强国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在2030年前重返月球。好，既然你说月表那些奇怪的玻璃珠是地底热源渗出来的，那我们就来看看地底到底藏了什么。各位社员，玉兔2号身上最变态的黑科技，就是他车底装了一台测月雷达 LP2， 这东西简直就是给月球照 X 光，雷达波直接穿透月壤，把地底下的结构看得一清二楚。而就在他开进冯卡门陨石坑向下扫描的时候，这台 X 光机照出了月球背面地下藏着一只金属巨兽。珍姐，严格来说，那不叫 X 光，那是利用高频与低频电磁波的反射延迟时间来绘制地层剖面图。玉兔2号的低频通道可以一路扫描到地下超过100公尺深的地方，而当雷达波到达大约100公尺深的时候，确实它撞上了一堵墙。这片高亮度的红色区域代表地底存在着一个体积极度庞大，而且密度高到不可思议的极致密金属层。这块金属的质量大到甚至轻微改变了月球背面的局部重力场。辉仔，你上一集才刚笑完阿波罗20号的解加飞船是假的，那现在这个呢？雷达扫出来的深埋在地下100公尺、几10公里宽的超高密度金属块，这总不能是空想性错视了吧？这不是远古坠毁的星际战舰，难道是月球人自己盖的地铁站吗？珍姐，我承认这块金属是真实存在的，但它不是变形金刚，也不是星际母舰，它是一场远古宇宙暴力美学的遗迹。这是一块货真价实的肇事逃逸失败的小行星心脏。玉兔2号所在的冯卡门陨石坑只是位于整个南极艾特坑盆地里面的一个小坑。40亿年前，一颗拥有超高密度金属核心的小行星砸了下来，撞击的瞬间，外层岩石被高温蒸发，而它那颗沉重的金属内核就这样深深地嵌进了月球的地函里。这是一座死寂的太空坟场。所以只是一块含铁量比较高的金属陨石。那你刚刚开场的时候，凭什么说各国航太局看到数据后冷汗直流？陨石有什么好怕的？珍姐，你犯了跟所有地球普通人一样的错误。你的注意力被地下100公尺深那块闪闪发光的死金属给吸走了。在顶尖的地缘政治与航太情报圈里，没有人在乎那块40亿年前的陨石。真正让所有大国陷入恐慌，甚至不惜砸下天文数字，提前启动2030年载人登月基地计划的，是雷达在地下40公尺处扫到的另外一个东西。地下40公尺，这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极度完整的南极远古火山熔岩管。在没有地震、没有板块运动的月球上，这个巨大的地下隧道保持了数十亿年的完美状态。熔岩管，这在地球的夏威夷不是很常见吗？这有什么好恐慌的？在地球上很常见，那是因为地球有厚厚的大气层，还有一颗运转良好的地球核心在保护你们。
但是在月球上，这个熔岩管是月球唯一能让生物活下来的天然防空洞。嫦娥4号和玉兔2号在月球表面证实了一件绝望的事：月球的局部微弱磁场根本无法提供任何防御。而且最可怕的是，玉兔2号的粒子探测器记录到了极度异常的剧烈辐射峰值，而且这些峰值跟太阳耀斑活动完全无关。跟太阳无关？那辐射是从哪里来的？这代表宇宙深处有某种极高能的辐射源正在无规律地扫过我们的星系。任何穿着太空衣站在月球表面的人类，如果在辐射屏风值来临时没有掩蔽， DNA 会在几分钟内被彻底撕裂。现在你明白了吗？美国的阿提米斯计划，中国的国际月球科研站，他们全都在抢夺这个由雷达确认过、顶部有40公尺厚实岩石遮蔽的天然地下城。他们对外宣称是要去采集水冰，全都是骗局。他们急着把精锐的科学家、生物种子库送进月球背面的地洞里，是因为他们探测到了某种即将到来的威胁。他们为地球磁场可能无法承受的星际级灾难留后路，因为他们知道地表就快不安全了。各国急着躲进月球的地下熔岩管，是因为地表有异常的辐射峰值。可是，如果月球只是一颗死寂的石头，这些威胁到底是哪来的？难道月球内部还有什么东西在运作吗？神秘学界一直有一个传闻，说月球根本没有死。很多地球上的天文爱好者，甚至包括 NASA 的观测站，都曾拍到月球的陨石坑突然闪闪发光。这难道不是地底基地在排放废气，或者是外星飞船起飞的引擎光吗？娟姐，你说的这个现象在天文学上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称之为月球瞬变现象 TLP。官方的理性务实科学解释是，这只是陨石撞击瞬间的闪光，或者是太阳风与月壤产生的静电放电。但身为一个看过机密数据的吹哨人，我必须告诉你，官方的解释根本无法涵盖所有的 TLP 事件。特别是当你把 TLP 闪光的位置跟阿波罗计划留下来的地震仪数据重叠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画面会让所有地质学家头皮发麻。看见了吗？发光喷气的地方刚好就是发生剧烈浅圆月震的地方。森姐，地球有地震是因为板块运动，但月球没有板块，它是一颗早就冷却的死星。没有板块，那为什么会地震？这就是最恐怖的地方。阿波罗记录到的这28次浅圆月震，最高规模达到瑞士 5.5 级。在地球上 5.5 级足以让家具移位、墙壁龟裂，而在极度干燥、没有水分吸收震波的月球上，这种级别的震动会持续整整10几个小时，整个星球都在剧烈颤抖。更致命的是，阿波罗15号和后来的月球探勘号在这些震央的上方侦测到了大量的氡222气体。都是一种具放射性的重气体，通常只有在地底深处的放射性物质衰败时才会产生。放射性气体？你是说月球内部不仅在剧烈震动，还在往外排放核辐射废气？强烈的内部结构震动，规律的光学闪光，加上放射性气体的排放。娟姐，如果这发生在一个地球上的废弃工厂里，你会说这工厂是死的吗？不。你会说这座工厂里的那台巨大机器正在重新启动。月球没有死，它正在苏醒。如果月球这台巨大的机器正在苏醒，那为什么人类现在还要拼命回去？难道不怕被这台机器的齿轮搅碎吗？辉仔，这逻辑说不通啊。如果月球正在排放放射性气体，内部还在剧烈震动，这根本是个即将爆炸的定时炸弹。那为什么现在中美两国还有马斯克这些富豪全都要在2030年前赶去月球南极盖基地？他们疯了吗？他们没疯，他们比任何人都清醒。官方宣称去南极是为了开采水冰，当作火箭燃料，这的确是事实。但这只是表面理由。
你还记得我刚刚说的天然防空洞吗？如果月球是一个被放置在地球旁边的监视器兼控制器，那么当这台机器侦测到培养皿里的细菌，也就是人类失控时，它会怎么做？启动清理程序。没错，上集我们说过，人类科技停滞了50年，所以我们安全了50年。但现在呢，人工智慧 AI 爆发，量子电脑问世，私人航太企业要把几千颗卫星塞满近地轨道，地球人再次跨越了那条科技红线。月球内部的震动和放射性气体，就是它正在充能的物理证据。地球表面的异常辐射峰值根本不是来自深空，而是月球这台机器在进行武器校准。各国的高层早就透过天文观测知道了这件事。当重置协议启动，无论是引发超级太阳风暴摧毁电网，还是直接的电磁脉冲打击，待在地球表面绝对是死路一条。所以他们去月球不是为了探索，是为了逃难。可是躲到准备开枪的凶手家里，这算什么逃难？这就是宇宙地缘政治最荒谬的也最天才的地方。珍姐，这叫做灯下黑。如果月球本身就是那把对准地球的枪，那全宇宙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答案是躲在这把枪的枪管正后方。月球底下的那些厚达40公尺的天然熔岩管，是这台远古机器唯一的扫描盲区与武力防御死角。这就是真相，他们拼了命的要把最核心的资源和权贵送进月球背面和南极的地洞里去，因为他们知道，当月球完全苏醒，当天上降下重置的焰火时，只有躲在神明脚底下的阴影里才能苟延残喘。哎呀，气氛好像太沉重了。不过嘛，身为一个地球实习生，我觉得你们地球的洋芋片还是挺好吃的。重置前我得多囤几箱。各位不科学研究社的社员们，今天的资讯量真的已经突破我们频道的极限了。从 TLP 闪光、浅源月震，到最后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灯下黑避难理论。如果月球这台远古机器正在苏醒，那么问题来了，各位面临生存危机的地球人，听完本期吹哨人的绝密档案，你觉得各国现在疯狂重返月球最真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没错，请在下方留言区打出你的选择，让我们看看大家面对星际末日的直觉有多准。观点一：重置逃生派。月球根本是个即将启动的重置文明武器，各国高层早就知道地球待不住了，抢着去月球地下熔岩管，就是为了躲在枪管底下的盲区苟延残喘。观点二：拾荒掠夺派。月球的确是外星机器，但它不是要启动，而是快要报废解体了。地震和漏气就是证明，各国是赶在它彻底坏掉前冲上去疯狂拆解、抢夺远古外星科技。观点三：宇宙房地产派。辉仔想太多了，什么重置计划，单纯就是地球上的富豪们觉得地球气候变迁太热了，想去月球地下40公尺包场盖绝对恒温的豪华别墅了。赶快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不管真相多么不科学，我们都会在这里陪大家一起研究到底。喜欢今天的星际吹哨人特别企划，记得按赞、订阅并分享出去。理性、务实、科学，各位地球人，趁现在还能抬头看月亮，多看几眼吧。我们下次见。